挪威這個國家很有意思，我們是第一次來。這個國家人口只有400多萬，但他們超級有錢，非常非常富。但是這個國家的抑鬱率相當之高，比別的國家要高5%左右。其實你也不難看出來为什麼，对吧？你看李思维已經成這樣了，他說不出話。這天氣太惡心了。然而這一次我們過來呢，想要去看看這邊2個城市，都是世界上日照最少或者說最北邊的城市，超級離譜。那為什麼我們會來這個地方呢？因為挪威的人他們都抑鬱，他們沒有朋友，但是我們朋友多啊。我們有什麼朋友呢？我們朋友有望出滿耶。這次呢，他們送我們過來給挪威的人除一除螨蟲，我們覺得這個項目非常有意思，我們就來了。雖然這邊天氣非常之糟糕，不一定能拍到很好的樣片，但是還是挺值得來看一看。歡迎收看我們去了一趟系列挪威篇，聽船了。講真，挪威可能是我來過社交距離最遠的地方。無論是公交車站排隊，還是大街上行走，挪威人都會盡可能和其他人保持1米以上的距離。這種人人都沉浸在自己世界的感覺，雖然聽着好像有點不友好，但是我這個 I 人其實還挺享受的。只不過挪威的天氣我真的愛不起來，給了我沉重一擊。我一直是一個非常喜歡日光的太陽人，但一來挪威，我們就遇上了颱風天，0度左右的氣溫混合着大風和大雨打在身上，真的有種被魔法攻擊的冷感。不是，這個水現在大概0度，這個溫度他們全在水裡面。不是水0度，岸上體感溫度0度，水裡不知道幾度了。你看看這裡，這個是人，他不是人類，他們全在水裡面。然後這邊說是一個挪威的經典項目，就是你可以在挪威市中心泡熱了以後，給你直接跳到他們這邊的這個湖裡還是海裡，就是正常的開放水域。哇，太爽了！我要試一下。好，那麼現在就已經脫光了，各位，我們來體驗一下挪威的浴場。好熱，太对了，好熱，這裡面也太熱了。我他媽呀，這個房間不太對，這個房間熱的有點誇張。你看，我在裡面是裸的，李思維在外面是在看我裸着。我們現在體驗一下汗蒸，一定要潑水。3、2、1，然後再來一個。哎，不用了，不用了，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了。哦，就整个就会紅起來，我現在超紅。這個後嘞，感覺我們會在裡面悶死。我們要出去了。我覺得我們可以出去了。Let's go，Let's go，Let's go。掉下去了。啊，掉下去了。直接跳了。太爽了！來，3、2、1，哇！哎，我感覺我適應了。你適應了？那你別上來了。那不行。哇！重置。我的媽！重置了。我不知道這個對中國人來說這是大逆不道的行為。你想，你又是濕氣聚中，然後又是瞬間冷熱交替，就是中國家長就會打死你的級別。但是，就挪威人不在乎，這就是他們的日常娛樂方式。聽當地人說，這浮動的桑拿既能夠緩解肌肉疲勞，又能夠提升免疫力。那緩解肌肉疲勞我沒有感覺到，但是從冰水裡面上來之後，似乎挪威的寒風也沒有這麼冷了。有了這個桑拿暖身 buff 加持，我們也終於可以開始好好的感受這座城市。探索一番之後，我們發現了一個有着冰川造型、可以攀登的超帥的劇院。諾蘭的《信條》還在這個歌劇院門口的橋上拍過海報。那更巧的是，我們還碰到了挪威國家芭蕾舞團中唯一一位中國的舞者白老師。他不僅幫我們申請了歌劇院後台的進入權限，還答應帶我們四處轉一轉。哇哦！這是我們最大的教室，有點大。這個一般來說就是我們如果有全劇連排的時候，然後所有的演員都會在這裡。這個地板也是，就是和正常的普通我們的地板是不一樣，因為這個地板如果你踩下去，它底下是帶有海綿的。哦，是有緩震的啊，它是有緩震的啊。比如說像我之前說的，如果說男生做跳，他可以這樣。為什麼你落地可以這麼穩啊？李思維，你能不能試試模仿白老師剛才的空拳？大家都叫我拷貝忍者。老師，你給我表演。白老師，你可以給他一個動作，然後讓他 copy 你一次。你要跳還是在地上？都行，都可以，不要小看我就行。好，那我們就最簡單的空中劈叉吧。李思維，看一下，我會盡我所能，我會盡我所能。哎，這也很好哎。
因为你空中劈叉還可以，你可以試試走路的劈叉，這樣。對，哎，可以。他對你的認可，不得不說，白老師是個非常外向的人。我剛剛已經確認了這一點。外向的人喜歡給別人情緒價值，不像我內向的人會說你演得很屎。老師，我不能展示更多，我怕我被這個地方留下來。怕被這邊留下來是吧？就變成第2個在挪威國家芭蕾舞團工作的人，這也不太好。我是第一次見到這麼恬不知恥的，怕被留下來。挪威恬不知恥，挪威語該怎麼說？這我還真不知道。好吧，確實，但是我一定會找到這個詞語貼在李思維頭上的。離開狂風驟雨的奧斯陸，那麼是時間踏上本期節目的主線旅途了。我們希望尋找世界上陽光最少的人類居住地。那就我們的直覺來講，這應該是一個有着漫長極夜的高緯度地區，要不就是在北極圈，要麼在南極圈。然而，位於挪威南部的小鎮劉坎並不屬於其中任何一種，但是它卻成為了世界上接受日照時間最短的人類居住地。因為劉坎處於2座海拔超過1800米的山脈之間，這種兩山夾一谷的地形形成了一個天然的屏障，使這裡每年10月初到3月初有接近半年的時間都處在陰影之中，沒有任何直射的太陽光。而我們訂的民宿就在這個陡峭的山體旁邊，當然也沒有太陽光。而且在來的前一天，這裡還發生了山體滑坡，這樹都被連根拔起了。Oh my god！ 我怎麼感覺這個房子並不是特別的安全？對。你有沒有意識到，就這個山要滑下來，這個房子是不可能阻止這個山。你說的沒錯。I was prepared for you, so I have Thank a lot you. of things here. Well, it's okay. So did you see the stone on the road? Yeah, I saw the mud flow and the stone is on the... And it's so much avalanche here, so up there we have a big a wall to prevent if it comes. The mud flow. Yeah. All right. Okay. No, but also stones. Oh, okay. I mean, do people get depression because there's not much sunlight, for several months? Yeah, okay. No, because as I usually say, we are not in the north of Norway. Yeah. In the north of Norway, you almost don't see the light. So my kids decided after a few years here to take the bus to a Montessori school. Ah, okay. Then they just sitting in the bus, look at the sunrise over the lake. A great mom. No, a great mom. But I think I'm not very good at cleaning house though. What? This is so clean. No, How is this not clean? I haven't done this yet, but I was expecting you at 3. So we will help. We will help cleaning. 既然房東來不及收拾，那自然需要我們來幫忙。在劉坎這裡，被子常年曬不到太陽，無法提供乾燥和升溫的天然除蟎機制。那潮濕溫暖的屋內環境也讓蟎蟲開始滋生。那這時候，有望除蟎儀就派上了大用場。因為我們要知道，塵蟎它是不容易被曬死的。你曬的時候，它會跑到另一邊，要麼曬死以後屍體還留在那個被子上面。那除蟎儀的話，它是能夠先把蟎蟲殺死，再拍打，再震出來，然後再全部吸進去，是一整個鏈路，非常的方便。所以我們來試一下吧，有望除蟎儀。這裡數值還挺高的，你看一直在30-40之間的徘徊，非常多，但吸過以後就少了。這是有望代言人啊，除得好啊！我已經聽到這個蟎蟲在掙扎了，其實可以看到裡面已經開始捲出來了，看見沒？你看到這裡看，哇！我不開玩笑，真的是掃出來了，真有這麼多，而且烏漆嘛黑的。你說這個床單明明是白的，怎麼掃出來這麼多黑的？它底下床墊底下還有很多，它把它拍出來了。這個是真的，不是節目。我向你發誓說，我剛從這個床上掃出來了。除蟎還是很有用的。在完成房屋清潔後，我們也打算在這個小鎮轉一轉。那據說當地為了解決沒有陽光的問題，還安裝了一種大型的反光鏡，通過自動追蹤，把陽光反射到正中心的廣場，大概就是這樣的景象。就在那，看見沒？就那個鏡子。就是李思維的預期是像中國的大國重器一樣。沒錯，你想當時他們一整個鎮子10幾年前，一整個鎮子所有的人全部聚在廣場上慶祝這個鏡子造起來，太牛逼了！我以為是塊巨大。我也是這麼以為的。這個跟我們小時候樓上那個太陽能熱水器差不多，我感覺。是的，就是太陽確實只能從這個鏡子反射到這個廣場。但是呢，目前並沒有覺得走在這個廣場上讓我覺得這裡更亮。哦，不對，還真亮了！你們到這裡還真亮了。你們過來看地面，你看地面還真亮了。我超級亮，我現在已經看不清那3個鏡子了。我說對嗎？你看見沒有？李思維眼睛裡有光，就是這麼多年來他眼睛裡面第一次有了光啊！是在這個最缺光的城市啊！眼睛裡沒光嗎？之前是吧？雖說聽起來別的沒有什麼高明之處，但這個城市其實一定程度上改變了2戰後面的格局。納粹曾經也離做出原子彈不遠，而這個城市
就承擔了非常重的任務。没錯，聽起來非常離譜，但我們的房東在聽說我們想要了解小鎮歷史之後，自願帶我們到了小鎮唯一的博物館，當起了導遊。他告訴我們，重水作為核反應堆的關鍵氮化劑，是納粹研發原子彈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在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劉侃，坐落着當時全球唯一大規模生產重水的工廠，也直接影響着納粹核計劃的進度。為了阻止納粹成功研發原子彈，美國不顧盟軍，選擇了直接轟炸工廠。If you see those two buildings here, they are gone, and they were, after World War II, they were gone very fast because that was heavily bombed by the Americans. They wanted to bomb the heavy water, but you will see the basement, and the Norwegians said it's impossible. 由于納粹將重水設備藏在了一個地下室裡面，美國的狂轟濫炸並沒能摧毀重水裝置，反倒傷害了許多無辜的平民。那最後是6位挪威特工踩着雪橇偷偷潛入，最後成功炸掉了這個重水地下室。那如果你對這個故事感興趣，也可以直接看這部挪威電視收視率最高的劇集《重水之戰》。而直到這時，我們才發現這個博物館就建在了這個秘密的地下室之上。And this is the stairs where the Norwegian guard, hid when the explosion. So then we have the apparatus and some shadows on the walls. They put the explosives. Is the explosives here in the basement on the apparatus? Okay. That's the most successful one. 很難想象，如果當時重水沒能被破壞，那或許最先研發出原子彈的不是美國的奧本海默，整個歷史都會被改寫。而更讓我們感到震撼的是，在這麼偏遠的地方，居然會有一個博物館可以用各種裝置藝術 VR 眼鏡為我們呈現這段歷史。這個博物館真的震撼到我了，就是我感覺這是我這幾年來看過最厲害的博物館。為什麼我們的民宿房東什麼都懂？就是很奇怪，就是我們這房東只是我們民宿，其實他什麼都知道。他像 AI 生成的房東一樣。這位姐太有東西了，太強了。你有沒有覺得？這個房間的大小真的就是我以前英國的那個租的房子的大小，英國宿舍床沒那麼大。在英國的時候呢，我們就掌握了一個很熟練的技巧。首先呢，你要把你的被套給平平的鋪在這裡，非常平整的鋪在這裡。然後呢，我們要把整個床單給翻過來，掏出來，要翻過來，全部翻過來。下一個步驟呢，就你整個人鑽進去。哇，這個是黑科技啊，邪修啊，這個是。然後這時候呢，你要偷偷的找到你床單的位置。你這個挺像鬼的，說好了，摸到了，然後這時候你就把它跳，然後進行瘋狂的毆打。你看套好了，你別說還挺快，是不是很快？這就是最高效的套床單的方法。各位，你們學會了嗎？變成幽靈，抓住腳，甩它，揍它，套好了。好了，那麼床已經鋪好了，讓我們放一點快樂的助眠音樂，再加上一點美妙的樣片，我們睡覺吧。我們前面去的劉侃是由於獨特的山體結構導致很少照到陽光，而還有一個地方是純粹因為極高的緯度，讓它在1年之中有長達111天的極夜時間。那麼接下來，我們便和有望楚滿怡一起來探索這個在維京語中被譽為寒冷邊緣的人類極北之地——斯瓦爾巴群島。這裡就是斯瓦爾巴。這是挪威最遠的國土的出來地方，其實這裡也是北極了，它已經不屬於這個挪威本土了，差得很遠。然後我們就來到了這裡，想來帶你看看這個北極有什麼高明之處。這個地方現在好像被 Lynx 帶火了。Lynx 現在超級多的中國遊客會來這兒。然後這個司機很有意思，這位司機 Julian 就正好是接 Lynx 的這位老哥，我們給遇上了，因為他看到我在和很多人合影，他覺得我們是一個有名的人，然後就說我認識 Lynx，我說。What？ 就是在世界上絕對不可能遇到一個認識我朋友的人，但是他就是認識，就離譜。I will show you the polar bear sign. This is the first polar bear sign. 這裡有一個北極熊，注意北極熊，這裡會爬上來的。這樣嗎？They will attack human like. No, because we are so flesh. You smell the human. Right. The taste, the flavor is tendered. 什麼描述？
就是对北极熊來說，我們不就是它的沙西米嗎？刺身，真的會吃人啊？就是反正說是北極熊是主動把人當成食譜的，就是不像是那種被動型的。那有點哈人了，這裡熊比人還多。這個地方有3000隻北極熊，常住居民只有2500人，所以每個人出去他們都要帶槍。他們有就是如果你來這邊想要真的正式成為居民，他會要通過一個槍械考試，然後你才能拿着槍，你才能正式出城，你才能正式成為居民。不然的話你就沒有辦法再生存。沒事，我只要跑得比劉懷古快。對，就是北極熊來了，只要比誰跑得快就行。這是本質的區別。這裡過了這個之後，你就必須要帶槍了，不然就會有北極熊。你怎麼看？怎麼了？過了怎麼了？我这不說過就過了嗎？後面懷古，你幫我用 AI 生一段好不好？用北極熊把它吃走。懷古用那個最先進的 Sora 2來一個，給你生成一個。用 Sora 2吃掉還是什麼？你想實現什麼樣的效果？被熊叼走，熊跑過來然後我一個後右跟把它打到那個天上去，然後就變成一個星星了。這個非常重要，就一定要是我說的那樣，知道吧？那你再跑過去，我們拍一段素材。來吧，李思維。北極熊怕個毛啊！這個牌子我說過就過了。其實斯瓦爾巴群島上只有非常少數的城市，我們這次來到的是群島最大的城市，也是人類最北的城市——朗伊爾城。朗伊爾城建立在永久凍土層之上，為避免任何熱量讓凍土層融化，城市的供暖管道會架設在地面。那房屋也會採用高架設計，讓帶有供暖的建築和地面分開。那除此之外，向導 Julian 在我們遊覽城市的時候，還分享了一些當地約定俗成的規矩。You're not allowed to die here. What? You are not allowed to die in Langbier. Also, giving birth for a new baby, you're not allowed also here. How come? Yeah, because the hospital here is not fully equipped. But what if someone died if you died accidentally here, you pay big money to transport your body. And this one is these people, 6 of them are died from the Spanish flu. And then 26 of them, I think, died from the coal mine explosion, right? Coal mine explosion. But the problem is their body is still intact because they are not decomposed because of the permafrost. OK， 前面向導提到的礦工其實和這座城市的發跡息息相關。在20世紀初，美國商人約翰·朗伊爾發現了這裡優質的煤炭，並建立了首個礦井。儘管這裡極其寒冷，食物單調，且需要10幾個人共用一個宿舍，但是高於歐洲本土3倍的工資，還是吸引了大量的人來到這裡工作。隨着礦井也越開越多，最初的1號礦慢慢變成了現在的7號礦，人口也逐漸攀升，最終形成了今天看到的朗伊爾城。那其中曾經發生過爆炸的3號礦，現在已經變成了博物館，而我們也做好了準備，下礦井帶你一探究竟。你看，我發現這個燈啊，它不太妙，它就很像那個可以監測你視線的那個位置。這樣，你看我現在在打量你，不太好。你可以看到我視線在這叮當。不要做叮當貓，不要做叮當貓。You got your suit, you got your helmet, and we've just talked about it. The first one you got was green, because you are now the greenie, the rookie, and for 6 months this will be your color, and then afterwards you get the yellow one. As a greenie, you could ask as many questions you wanted to, otherwise you don't learn. As a veteran, you knew everything, so therefore no questions allowed. Veteran. Blue one's for guests, red one safety team, white one is for the daily manager, the engineers, and of course me. Wow. Okay. On that note, on-off button is here, little light, strong light, and then it's off again. Okay. Let's go. Let's go. Ready. Red door. Whoa. Thank you. Oh. Whoa. Now we are in the facility. Whoa. Feels good, man. 這裡就是礦洞。哇，這裡真的很像是以前那種電影裡面的場景。溫度掉得好快，就只是一下子就能感覺到這邊已經很冷了。就你很難想象以前的人是在這個環境之下，他們要趴着工作7個小時。就現在其實沒有進入到那個需要趴着挖礦的地方。是的，我感覺像進了那個山姆超市的冷凍區一樣。這是一個什麼奇怪的形容方式 ？The archive 就在這了，就在這了。這裡很離譜，這裡很離譜，各位，這個我們走着走着突然看到了一個地方，這個地方絕對有故事。你看，這個是世界 archive， 世界存檔點。然後你可能乍一看覺得沒什麼了不起的，他們這邊的目的是讓一些人類文明的一些資產能夠上千年的時間。
那最有意思的是，这里有我们的东西。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项目，是1000年的记忆，就是我们有一卷给我们粉丝拍的胶片在这个里面，但是就是我们从来没来过这里，但是我们现在居然找到了我们放的东西在这儿。这是很像是那种修仙小说，然后找到了自己先祖的遗骸。就是它现在是鎖着的，是进不去的。So you have the Yes, that's our. The website. Yeah. That's the one. That's the one. And then when you go down here, Yeah. 2023. Yeah, 2023. Yeah. Wow. Get to the future. So you're there. Yes, we are here. Oh my God, I'm not lying, right? You're not. Yes, sir. What? What? You have the key. What? We have the key. Where is that coming from? Show that. Read your minds. What? 他的同事突然变出来一把钥匙。突然出现了个同事，然后突然来了个钥匙。That's how we treat the war memory. Whoa. What? 我们怎么就进来了？ So this here is the Arctic World Archive. This is the insides of it. You can see on the table the nationalities which we have gathered so far. The archive have gathered. I remember because we did the project, so they put the Chinese flag over here. 因为这边有中国国旗，是因为当初我们做的，因为我记得很清楚，他们和我们说了，以前是没有中国的东西存在这的。我们是第一个。然后，所以他们说当时特地为我们放了一个中国的国旗在这，真的在这，他们没有说谎。说实话，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会在这一个很随机的矿洞的一个很随机的转角遇到这个北极世界档案馆。但当我们真的走进这里，这种站在文明的副本前面的感觉非常的奇妙。向导告诉我们，这里就像一座全球文明的记忆宫殿，储存了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文化遗产3维模型，全球大部分的软件基礎架構，還有各種偉大的藝術畫作。而我們在2023年製作那卷致1000年之後的影像，難以想象，現在也靜靜的躺在這個金屬箱子裡面。It is on microfilm, so technically you don't need a computer to read it, because you can see what is on your eyes. Not in details, of course. This here is just a test example, because of course we do not have the Mona Lisa inside. Yeah. The Mona Lisa is in Louvre. Right there. Mona Lisa. So this is how your information is stored inside. Yes. On microfilm. So cool. We are now at the end, and where you're going is up there. What? We're going up there. 哇，这里面是看不到底的。哦，在矿洞里好像有一个规則添。啊，就是要領導先行，和別的地方不一樣。領導先走是吧？對，就是死也是領導先死。氧氣啊，就是要死啊，或者。領導肯定先死。對，好像是這樣。啊，這個地方真的很窄，我頭都抬不起來。你每天得在這種地方待8個小時。我先到，你看，這個是眾生，你知道，你只能每天這樣踩。他們都側着踩的。我們現在頭上的全是碳，你要想，這個時候假如你聽到上面開始裂開的聲音，我靠，那太……你怎麼辦？你怎麼辦？我問你怎麼辦？那才怎麼辦呢？那命給你了唄。因為它這邊太多這種鬆軟的能夠吸收聲音的東西了，所以外面根本聽不見，你怎麼求救都聽不見，就是安靜到一點一點的這個聲音回聲都沒有。所以這意味着這是一個錄旁白特別好的地方。我反正就示範性的念了這麼一點口播，然後這個我們會在最後的結尾放出來給你聽到，好吧？這個可以期待一下啊，希望你能看到最後。但是你敢想象嗎？有人曾經在這邊一輩子幹了35年，他們說正常一個年輕的壯勞力來只能活幾年，在這裡就不行了，身體立刻就廢了。所以現在也別說我們怎麼做自媒體苦了，怎麼能和這個比？是啊，這個真的離譜。在走出礦洞之後，向導告訴我們，眼前這批等待被運輸的黑色小沙丘是朗伊爾城的最後一批煤炭。今年6月，最後一個7號礦井被關停。那究其原因，除了開採深度增加導致成本攀升，還有老生常談的環境污染，還有全球變暖。只不過在這裡，氣候變化造成的影響似乎會更加顯著一些。You can notice here the glaciers. Yeah, the glaciers. It's shrinking a lot. A lot. Yeah. Okay. 300 meters a year. Last year we had ice in this fjord, and that hasn't been since 2006. 我們不是專業的環境學家，但從資料上來看，全球變暖似乎會在這樣一個極地產生一個放大效應。自1979年以來，斯瓦爾巴群島氣溫上升的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4倍。那它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朗伊爾城賴以立足的永久凍土層正在悄悄的融化，整座城市現在出現了不同幅度的沉降。在這幾年對城市的探索之中，我們看到地表出現大小不同的裂縫。
部分建築也因為過度沉降有坍塌風險而被封存和廢棄。那我們不知道再過10年或者100年，這裡會變成什麼樣。但在2025年的10月，我們還是想用鏡頭和你一起凝固下這個時間點斯瓦爾巴的模樣。其實，在16世紀，這裡是許多國家水手的捕鯨前哨，水手們屠殺了大量的鯨魚來滿足歐洲對於燈油的需求。20世紀初，由於這些海洋哺乳動物瀕臨滅絕，挪威和俄羅斯的企業家才轉向了煤炭開採。而現在，隨着氣候變暖，海洋上冰面消失，當超大型船隻能夠出現在這片海域，或許對於資本來說，下一個致富的機會就是海床下面的油氣資源。所以到了這兒，差不多也就代表我們這趟旅程的終點了。挪威、斯瓦爾巴這些地方，我都覺得還挺好的。我不知道你怎麼看待挪威這個國家啊？就我覺得它算是歐洲比較神奇的，就是歐洲大多數人都很外向，但挪威人很內向，真的不怎麼說話。等你和他交了朋友以後，你會發現這幫人都是很友善的人，就非常非常友善，就是友善到有點難以置信的这種。反正我挺喜歡挪威這個國家，自然風光也很厲害，只不過這次運氣不是很好，又沒有下雪，也沒有陽光。不能算有最好的片子，我們盡我們全力給你拍了。但就是我覺得我們公司比較好的一點是什麼？別的我不敢說。但你看我們公司現在稀稀嗦嗦在那邊拍東西，就是我不會很在意成本，盡可能想把我們公司多的人帶到海外來看一看。因為我覺得只有你看了足夠多的國家、不同的人生活以後，你才會覺得眼前我還很煩惱的事情，在他們眼裡就不是事兒。這樣的話，心胸或者格局都會寬闊一些。這是我覺得這幾年來，我看着我們的員工來的時候很內向，然後慢慢變開朗，很美妙的一點。這個視頻就這樣了，我們就到這邊結束了，因為實在是太冷了。哦，對，最後我們結尾的那一段旁白和口播全頁，我會放我們在那個礦洞，就這個山裡面錄的那一段旁白，放來給你聽聽。希望這個錄出來的音質比較不錯。最後，非常感謝有望楚滿意支持我們來到這裡，一同完成這次關於陽光和生活的探索。陽光是最自然原始的儲滿力量，但當天氣成為一個不確定的命題時，何以為家創造一份安心守護？科技給了我們答案。利用有望除蟎儀可以隨時高效清潔，獲得一夜潔淨的安心睡眠。也許科技的終極意義之一，正是將自然的饋贈轉化一種隨時隨地觸手可及的安心。這也是有望的品牌理念，比陽光更儲滿，讓愛乾淨的你不受罪。所以這就是我們這趟旅途的全部內容了。如果你喜歡的話，也請給我們點讚、分享、轉發，這麼需要它的幫助。那麼我們下次再見。